阿姐凭的霓裳一舞成了圣宠的容妃，而我却被刮花了脸，在浣衣局做着洒扫的粗活。贵妃撺掇我扳倒阿姐报仇，我伏在地上，眼里簇着怒火，额头磕得哐哐作响，回应道：幼儿园是死效忠贵妃，怎么能不恨呢？为了这一刻，我和阿姐已经等了10年。丑八怪还敢偷吃，打死你御花园的宫门外！我摔在地上，嘴里叼着个馒头，2天没有进食。此时我已经饥肠辘辘，雨点般的拳头打在身上，我顾不得疼痛，3口2口把干冷的馒头塞在嘴里，胃里的绞痛缓解了几分。我抱着头忍受着他的拳打脚踢。那婆子打累了，啐了一口，转身却看见贵妃的仪仗队站在她身后。田嬷嬷吓得跪在地上，不住地磕着响头，浑身颤抖道：贵妃赎罪，奴婢不知贵妃在此。贵妃没有看他，而是掠过他，看向了缩在后面的我。在看到我的长相后，贵妃的柳眉拧了起来。几个月前，容妃凭借一手霓裳舞名动天下，不久便被皇上收入宫中，一时间成了风头无两的宠妃。听闻容妃有一个妹妹在她入宫时混在其中，妄图可以攀龙附凤。容妃发现之后，害怕失宠，命人刮花了我的脸，并打发到浣衣局。周围的奴婢个个都是人精，他们折磨我，虐打我，仿佛这样就可以讨好容妃。你过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贵妃染着豆蔻的指甲指向了我，点名要为我主持公道。跪在前面的田嬷嬷下弯了腰，在我爬到她身边时，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示意我不要乱说。回贵妃娘娘的话，田嬷嬷她不给奴婢饭吃，还打奴婢，虐打奴婢。刚才奴婢太饿了，只不过偷了一个馒头，她便殴打奴婢。说着，我解开衣袖，露出青红交织的伤疤。田嬷嬷吓破了胆，连滚带爬的抓住贵妇的裙角，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。娘娘，您别听她瞎说，都是这个丑八怪陷害奴婢，奴婢从来没有做过呀。贵妃娘娘饶命！贵妃嫌弃的把她踢开，给身边的太监使了个眼色，说道：以下犯上的东西拖出去。2个太监相互对视一眼，明白了贵妃的意图，拖着哭喊撒泼的田嬷嬷消失在了御花园的尽头。贵妃迈着玲珑的步伐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名叫婴儿。贵妃满意的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句：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坤宁宫的人了。坤宁宫珠光宝气，奢华无比，光是那满屋子的琉璃瓷盏都价值连城，昭示着皇上对贵妃的宠爱。尹诺的宫女一言不发的将我引到殿内后，关上门，请殿内贵妃斜斜的靠在软榻上也，眼睛半眯。婴儿你过来。我弓着腰走到软榻前跪下。娘娘有何吩咐？她修长白皙的手挑起我的下巴，指尖附上满是疤痕的脸，唇角一弯，听闻你和容妃一母所生，凭什么她明艳动人，而你则被毁了容粗丑无比？婴儿你不恨吗？说完，贵妃一瞬不瞬的盯着我的脸，观察着我的神情，提到我的脸，我的眼神中充满怒火，我咬着牙，脸上肌肉颤抖着，双目写满恨意。怎么，你们能不恨容妃？她不会仗着一世恩宠，竟然刮花我的脸，让我成为人人喊打的丑八怪。我恨不得让她心好心好。贵妃欣赏着我的怒火，满意的笑了。半晌后，她坐直了身子语：戚认真道，婴儿若你助本宫扳倒容妃，日后这荣华富贵便是你我2人的了。你觉得如何？在巨大的诱惑面前，我呆愣片刻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好一会我反应了过来，头磕得哐哐作响。婴儿从今往后誓死追随贵妃娘娘。贵妃捂住唇角，欢快的笑声响彻整个殿宇。贵妃笑够了，我从衣襟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罐子，双手举到她面前，小心意的说道：娘娘，此乃冰肌玉露膏，用后可使人容光焕发，容颜不老，奴婢自知丑陋，不配使用，特献给娘娘，望您笑纳。也感念娘娘对奴婢的救命针。贵妃疑惑的接了过去，打开袋子闻了闻，清香扑鼻。她确实心存疑虑，可她爱美心切，这后宫中最不缺的就是美貌。若是10年前，她还可以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可时光一去容颜一老，再加上最近年轻漂亮的容妃成了皇上的新宠，这坤宁宫已经冷清了大半月了。贵妃内心十分焦急，此药真能让人容颜永驻。贵妃用指尖挑起一点玉露膏面露，迟疑，我伏在地上叩了2个响头，信誓旦旦道：奴婢拿项上人头担保。贵妃听闻不再迟疑，玉白的霜膏往脸上一抹，顷刻间肌肤水润光泽细腻无比。贵妃站在铜镜前看着你，年轻了几岁的自己大喜过望，激动到赏大赏婴儿，真是本宫的吉祥物啊。出了坤宁宫，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我的脸上，长长短短的刀疤显得更加丑陋。我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唇角弯弯，这一步算是成功了。10年前贵妃美若仙人，皇上对她颇为宠爱，在1日下江南时，贵妃染了风寒，皇上忧心忡忡，请了当地的名医为其诊脉，而那位名医就是我的爹的。得知躺在床榻上的女人是贵妃，而站在她身边面若玉冠的男人是皇上时，紧张的抖如康筛不小，心间碰到了贵妃的衣角。贵妃大怒，向皇上哭诉自己对庶民玷污了衣角，无言。面对圣上，皇上无奈下命人杖杀了爹，替贵妃出气，完全不顾她还有一个发妻和2个幼女。之后贵妃和皇上和好如初，而爹死则如蝼蚁一般无人问津。我娘得知爹的死讯时，哭的晕了过去，在她醒后留了一封信，便跳了河，随着爹一起去了。一夜之间痛失双亲，为了活命，我和姐姐吃过垃圾和野狗，
抢过时甚至为了讨上一口饭给人下过，挨过无数顿毒打，我们一一都忍了下来。在街头的这10年间，我们无时无刻打听着贵妃和皇上的消息，终于让我们看到了机会。那日，皇上因公再次下了江南，在宴席上，阿姐凭借一曲霓裳舞名动天下，加上她绝美的容颜，皇上一时间慌了神。围在皇上身边的官吏是个懂事的，夜间便裹着被子将阿姐抬入寝殿，翻云覆雨。一夜后，皇上满意极了，当即册封阿姐为贵人。星号上京前夜，我和阿姐坐在烛火下，沉默良久。婴儿，这是阿姐这些年攒的毕生积蓄，虽然不多，也留给你日后当你的嫁妆。报仇的事，你不要再想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会替爹娘报仇。阿姐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。阿姐掏出钱袋子，她把皇帝赏赐的金银珠宝和这些年的心血统统留给我。我明白阿姐担心什么红颜祸水，美貌即是利器，却也能要了人性命。阿姐不想让我涉险，可偌大的皇宫没有了我，阿姐可怎么办？她那么娇弱，怎么可能斗得过贵妃？无非是飞蛾扑火。我二话不说，拿起一旁的剪刀，一个瞬息间脸上便多了几个血痕，鲜血流了，满脸可不至极。阿姐大叫一声，拦住我继续作乱的手，颤抖道：婴儿，你疯了！我确实疯了，我现在恨不得要了那2人的命。我拉开她的手，着火下那张脸如鬼魅一般，就连发出的声音也森森可怕。阿姐，我要和你一起进宫。第2日，贵妃向皇后请安时，我作为贴身婢女跟了过去凤玉宫中。特宫娘娘早已等候多时，唯有贵妃姗姗来迟。贵妃浅浅行了一礼，面对皇后没有一份恭敬，打着哈欠道：昨晚臣妾身子不爽利，今早便贪睡了会，这会儿子迟了，皇后娘娘不会见怪吧？皇后眉目严肃，性子却是淡淡的。她微微点头，说道：无妨，你的身子要紧。贵妃入座后，看着对面座椅上的容妃，嘴角斜下一下，婴儿却给容妃娘娘添一盏茶。贵妃是故意的，昨夜容妃侍寝，今日便用我来羞辱她。我面上看不出喜怒，弯着腰恭敬地走过去，为容妃添满了茶水。到茶间，茶水洒落，容妃被烫了，手一甩衣袖，滚烫的茶水瞬间洒在了我的手背上，烫红了一片。容妃捏着手只叫了一声，身旁的侍女立刻走了过来，给了我一耳光。你个贱婢，怎么倒的茶水？看把娘娘烫的周围嫔妃对了眼神。贵妃素来跋扈，容妃竟然敢当众斥责她的婢女，让她落了面子，有容妃的好果子吃了。谁知想象中的震怒没有到来，反而贵妃笑得开心，满意极了。容妃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，婴儿虽然不小心烫伤了你，但你看在过去和她姐妹情分上也，别怪她。容妃脸色煞白，双手紧紧地捏住衣角，仿佛被人窥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一些消息不灵通的妃嫔低语几句才得知，原来跪在地上的丑八怪是容妃的妹妹。这件事自从容妃得宠以来，便没有人敢当面说。谁都知道这2个云泥之别的姐妹有多么的讨厌彼此。为了不惹怒盛宠的容妃，下人们也不敢再议论。如今贵妃当面说出来，打容妃的脸，容妃只觉得颜面扫地，羞耻无比。而我现在既然是贵妃的狗，自然要明白主人的心思。于是我扬起满是刀疤的脸，抓住脸色惨白的容妃衣角，语气卑微，祈求容妃娘娘恕罪。已经刮花奴婢的脸了，看到以前咱俩姐妹相称的份上，饶过奴婢吧。我每说一句，容妃的脸色便白上一分。而贵妃靠在椅子上，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。眼看这场闹剧就要收不住场，皇后呵斥了一声，才草草收尾。回到坤宁宫，贵妃心情愉悦，又赏赐了我不少宝贝。5日之后是贵妃寿诞，晚饭时贵妃叮嘱道：婴儿，今晚皇上会来本宫这里，你去准备一些可口饭菜晚饭，暂时过来伺候我。诺了一声，掩去眼中的情绪。晚饭时，皇上来到坤宁宫，和10年前一样，面容俊朗，眉宇间尽显帝王之气。见到贵妃时，皇上脸色柔和，不少揽着她的肩入座贵妃，这近日又美貌了，气色看起来更加好了。得到夸奖后，贵妃更加娇媚了，她日日用冰肌玉露膏，肌肤吹弹可破，白里透红，皇上就会打去臣妾，臣妾都年近30了，哪里还貌美了2人？前调情打去了会，便传了晚膳。星号今夜的晚膳格外精美，七七八八的御膳摆了满桌。皇上尝了摆在面前的什锦汤后，眉头平起，表情不知是回味还是思索这个汤味道，交警有些怪异。贵妃见状如临大敌，皇上这个月好不容易来了一次，每样都是他亲自监督，生怕出了错，没想到在这出了岔子。他一脸紧张，挖了我一眼，讪笑道：婴儿，你是怎么做的事，还不赶紧端出去？贵妃的话说完，我非但没有动，反而跪在地上叩了响头，说道：皇上恕罪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前些日子，贵妃一直嘱咐奴婢，今日的寿诞是您和贵妃一起下江南的日子。贵妃说，她记得您当年最爱的就是这款什锦汤。贵妃知道奴婢是江南人，所以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奴婢，是奴婢蠢笨做的，不合皇上胃口。此言一出，皇上呆愣了，不知不觉竟过去了10年当年。下江南时，他最宠爱的就是贵妃。他还记得那时候江南烟雨，他出门时忘了带伞，是贵妃不顾风雨给他送来的伞，为此还染了风寒，高烧不退。想到这里，皇上心里一片柔软，再加上像这段时间对贵妃的冷淡，心中更加愧疚。贵妃有心了，
竟不想已经过了10年，怪不得这个汤镇感到如此熟悉，两人眼含热泪，互诉衷肠。这一晚，贵妃重获圣宠，一连半个月，皇上每天都宿在坤宁宫，而我也因为这次的事情成为贵妃身边一等一的长侍宫女。冬去春来，半年过去了，贵妃依旧生宠不断，容貌也越发的年轻貌美。御花园的菊花台旁，我搀着贵妃，欣赏着春菊，转角便遇见同样赏菊的容妃再度得势，贵妃更加心高气傲，她径直走到容妃面前，得意挑衅道：容妃被皇上冷落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风水轮流转，真是报应。容妃不着痕迹的看了我一眼，讥讽道：贵妃娘娘也知道风水轮流转，保不准哪天这圣宠又转到了别处。贵妃被噎了一下，随即又笑了起来，说道：婴儿，你不是一直都恨容妃刮花你的脸吗？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替本宫教训一下这个星号。容妃瞪大了眼睛，同为嫔妃贵妃竟这么不顾体面。贵妃，本宫没有得罪你，你我同为 C 位，你怎么敢？贵妃笑得更灿烂了，不耐烦的挥手，婴儿还不快打打，你这星号难道还要挑日子吗？我走向前，抿住唇，将眼中的情绪掩去，举起手狠狠地朝容妃扇了过去，啪啪啪。御花园的周围回荡着清脆的巴掌声音，几十个巴掌后，容妃瘫跪在地上晕了过去。贵妃让我收了手，居高临下的看着瘫在地上的容妃，说道：星号就是矫情。说完，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走出了御花园。我在人群中偷偷瞥了一眼身后的容妃，将眼中的心疼藏在了心底。阿姐，对不起，星号。容妃挨打本不是一件大事，何况皇上最近宠爱贵妃，此事更是可以小事化了。可错就错在容妃竟然怀孕了。寝殿内太医搭了脉扶手，恭喜道：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娘娘，她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皇上大喜，这么多年后宫都没能在天子嗣，这孩子真是吉时。容妃醒后，皇上满脸心疼的看着她肿胀的脸颊说道：容儿，我们有孩子了，是谁伤了？你告诉朕。容妃愣愣的抚上小腹，喉头发紧。许久之后，她轻轻开口：是贵妃，请皇上为臣妾做主。贵妃得知容妃怀孕，气愤的摔了东西。后来皇上禁足的圣旨到了坤宁宫，贵妃更是崩溃的砸了满屋的瓷盏。星号仗着怀孕了，竟然和皇上告状。雄妃，你不得好死。我推开门，放眼望去，满地琉璃碎片。娘娘，莫要动气，身体要紧。贵妃看见我，仿佛看到救星一般，她抓过我的肩膀，坚硬的指甲嵌入肉内，她的眼睛猩红，里面充满了愤怒。婴儿，你会帮本宫的对不对？你那么恨容妃，婴儿，你去想办法把容妃的孩子弄死，我要让她死。贵妃宛若癫狂，不停地咬着我的双肩，白皙粉嫩的脸颊，所以随着她的愤怒，布满了若隐若现的无私。婴儿定当为娘娘分忧。得到我的回答后，贵妃虚脱般滑倒在地上。星号春风微凉，在夜里尤甚。我环顾四周，确定四下无人，在一处荒废的宫院内将看到了身穿斗篷的容妃，这是进宫以来我们第一次正式的见面。姐姐这颗所有的委屈、不甘、痛苦、愤恨，统统化作泪水。阿姐擦去我的泪水，哽咽道：婴儿，贵妃对你好吗？会不会打你？我摇了摇头，目光顺着阿姐的脸看向她的小腹，眼睛里的泪光闪烁着。我别过脸，语气有些不忍。阿姐这孩子，阿姐率先打断她，摸着我的手，语气坚定：婴儿，这是我们扳倒容妃唯一的希望来妃院的。这一路我想了很多，若是阿姐执意留下这个孩子，我又当如何？可现在阿姐决绝的神情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好，阿姐放心，我不会去让这个孩子白死的，贵妃就是她最好的陪葬品。我将我的计划告知了阿姐，听完她目光闪烁，贵妃足足等了1个月都没得到容妃流产的消息。眼看容妃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，她问，万分焦急的在寝室里踱步着。贵妃本就脾气不好，见我过来伺候她，一巴掌甩过来，把我打翻在地，恶狠狠地说道：没用的东西，容妃怎么还没小产？你知不知道皇上已经1个月没来看本宫了？每天都在陪你见人。我捂住脸，不住的磕头解释说，娘娘恕罪。容妃这个孩子看得太紧了，奴婢一直都没有机会。不过这几天奴婢已经寻得好办法了，不出几日肯定让娘娘满意。贵妃嘿松了口气，脸上挂着笑，将我搀起，锋利的指甲戳着我的脸颊说道：婴儿，本宫这也是为你好，只有除了容妃，我们才能报仇。星号7日之后便是1年1度的百花宴，这一天天皇上会宴请各部官员大臣与民同乐，因得花房人手不足，我被总管太监派去帮忙。花房内一排排的花朵开得争奇斗艳，谁也不让着谁。我不着痕迹地瞥向角落里的绿梅，随后我走到花盆旁边，将藏在衣袖中的药粉倒在花蕊上。不多会，首领太监呵斥了一声，那边你愣着干嘛？这绿梅是容妃娘娘的最爱，赶紧抬进来，摆在最前面，一点眼色都没有哪个。宫里派来的我点头哈腰的，连忙把绿梅搬进殿内。首领太监这才没继续找事。春日赏花最讲究时宜，只有正午的阳光最能展示其花朵的娇美。观花台上，仙乐靡靡宫丑，头交错，容妃有孕后再度获宠，皇上十分看重这一胎，待遇自然比旁人高些。容儿，朕记得你最喜爱绿梅，今日这绿梅开得极好，这命人则几盆放在你的宫中，要说下人们也都是人敬容妃，
得宠后，就连这花盆的摆放顺序都是有讲究的。绿莓娇俏开得最艳，放的也最靠前。春风拂过，散发出阵阵幽香。就在人们陶醉其中时，门外的宫女大叫了一声，紧接着，成群结队的蜜蜂一窝蜂地飞向了观花台。这些蜜蜂无头，苍蝇一般横冲直撞，像是受了什么刺激。不一会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总管太监总算注意到了此事的不寻常，大喊一声护驾护驾，可惜为时已晚。皇上为了护着容妃，被折了好几口。在逃窜的时候，容妃脚下一滑，跌倒在地，皇上臣妾肚子疼。护驾的太监们总算是把皇上周围的蜜蜂驱赶得干净。转头一看，容妃瘫在地上，群星号了一滩的血水。皇上也慌了，双手颤抖着抱着脸色惨白的容妃，冲着太监吼道：传太医快！兵荒马乱的场面总算消停，在场的官员大臣个个灰头土脸，面上带着几个大包寝殿内宫女们端着水盆进进出出，神色慌张。贵妃盯着紧闭的大门，心里顿感不妙，她的眼神四处搜索我的踪迹，在没有看到我的身影时，这一刻那份不安达到了顶峰。存菊宫里，容妃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，帷帐外，太医搭完脉叹了口气，皇上站起身，喉咙滚动问道：如何？容妃胎相如何？太医跪在地上斟酌后回复道：回皇上的话，容妃娘娘这一胎保不住了。此话一出，皇上踉跄一步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来个孩子，怎么会保不住？太医又拿起绿莓在鼻尖轻嗅，眉头皱紧道：皇上此花的花心中有大量香粉，想来这蜜蜂就是冲着这个味道来的。但此类花粉有毒，蜜蜂闻之可令其狂躁，若人大量吸入，可使其流产。容妃此时泪如雨下，她抓过皇上的手，声音绝望又颤抖：皇上，定是有人要害我们的孩子，你要为他做主啊！皇上哪里还不知道，这是有人看容妃怀孕要谋害龙嗣。看着容妃伤心欲绝的模样，皇上眼眶微红：容儿，放心，朕一定彻查此事。由于是后宫内务，参加百花宴的大臣都已经回去寝殿外站满了个宫的妃嫔。总领太监走出殿外，打量了一圈众嫔妃，捏着嗓子说道：皇上有旨，容妃娘娘骤然小产，其中必有蹊跷，必须严查彻查此事，请各宫娘娘稍安勿躁，配合奴才查明此事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贵妃听完，身侧的拳头握紧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整场百花宴我都没有出现，还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我做的还是意外，更重要的是会不会牵连到他在一大群太监围住我时，我正在坤宁宫处理香粉被抓，各人赃并获，为首的太监抓住我继续销毁的手。声音间隙，果然是你做的。带走一行人，押着我来到存渠宫正殿，贵妃也在殿内，看见我被押了过来，她瞳孔猛一缩紧，心脏剧烈的跳动着，抓我的太监一脚暴踢贵要，高公道：皇上就是他谋害龙嗣，抓住他时，他正在处理香粉，人赃并获。说完，他把缴获的香粉呈给了太医。太医闻后，朝皇上轻轻点点头。我跪在地上，吓得瑟瑟发抖，眼睛不住地看向贵妃。在太医确认后，我猛地扑向贵妃脚边，仰起头哭喊：贵妃娘娘，救救奴婢！奴婢可是为您做事啊！您不能不管奴婢。贵妃没料想我会这么没骨气。皇上还没说话，自己全招了他，神色有一瞬的慌乱和不自然，随后一脚把我踢开。哪里来的星号，竟敢攀咬本宫！来人，给本宫拖出去！皇上将贵妃的神情尽数收在眼底，他眯着眼，语气威严：贵妃正着急撇清事，心虚吗？这个奴婢真记得你寿诞那日的什锦汤，便是他做的这么快，贵妃就忘了。贵妃神色僵硬，她连忙上前跪在地上，眼中蓄满了泪水，委屈道：皇上，这个奴婢竟然背着臣妾谋害皇嗣，一切当真，一概不知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我摇着头，满是刀疤的脸上布满泪水，拼命解释道：贵妃娘娘，明明是您说容妃的孩子不能留，让奴婢去除了，还给奴婢一包花粉，说让奴婢撒在绿莓上，花粉不仅可以招风，孕妇闻了还会流产。你还说到时候趁乱把花粉处理了，我每说一个字，贵妃脸色变白了，一分到现在了，她哪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在陷害她的计谋。她跪在地上，表情倔强又委屈，桃花似的眼睛勾着看向皇上说道：臣妾没有做过，臣妾百口莫辩，还请皇上明察。皇上深吸一口气，挥挥手，疲累的说道：将这个奴婢带入慎刑司一调，要让他招个干净。在这之前，贵妃圈进坤宁宫。说完，皇上起身去看望昏迷中的容妃，完全不顾身后哭喊的贵妃被拖入慎刑司。我便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几个刑具下来，我就把我知道的全招了，这其中包含着贵妃这几年残害妃嫔、谋害皇嗣的恶行，还有她那哥哥仗着她得宠所干的龌龊事。这些罪证都是我们这几年明里暗里搜集到的，如今心一股脑的全部呈上去。皇上面色沉重，在看到贵妃为了恩宠残害皇嗣，甚至杖杀嫔妃时，怒不可遏的将册子摔在她的脸上。贵妃哆嗦着看着册子上她这么多年的罪证铺载，皇上狡辩，声泪俱下道：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，都是那个星号污蔑臣妾，皇上您可要相信臣妾呀。皇上不耐烦的甩开他，这么多年，他把贵妃惯得越发骄纵，拖出去这将贵妃为贵人牵。坤宁宫慎刑司的那个婢女赐死星号慎刑司里，我再度受不住刑罚，昏了过去。这天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家4口，爹娘在药铺里清点着草药，我和
大姐在一旁背着父亲布置给我们的医书，我的脸皱成包子，抱怨道，爹爹，这也太难了，我不要学了。父亲放下草药，摸着我的脑袋，温和道，婴儿不是想像爹爹一样长大，后做一个好医官，怎么这点困难都怕呢？哪里不会爹爹教你？直到朗朗的读书声再次响起，父亲和母亲相视一笑，眼前的景象一黑，画面转动，母亲抱着浑身是血的父亲，哭得昏天黑地，而送尸体的人只冷冷地扔下来几个银锭作为抚恤金，哗啦一盆水兜头而下，梦里的景象戛然而止。我费力地睁开眼，看见一个拿着拂尘的太监，旁边的小太监手里端着一个盘子，上面放着酒杯，谋害皇嗣一杯毒酒，留你全尸，算是皇上仁慈上路吧。领头太监蛇的眼色说着灌下去，那杯酒极苦，看着牢房中的屋顶一点一点变得模糊，我沁出一口血，逐渐失去了意识。爹娘女儿不孝，这就来寻您了。贵妃被降为贵人后，每天暴躁易怒，她摔了无数茶盏，发疯过无数次。可惜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的她已经是个谋害皇嗣的罪人，没有人会理会她。一日，贵妃在砸完茶盏发疯后，发现自己的脸奇痒无比，她拿过铜镜一看，脸上满是红色的脓包，引以为傲的脸变成这样，她崩溃的大喊大叫，传太医。本宫的脸回应他的是不屑的嗤笑，原来被他欺负过的宫女啐了一口，说道，贵人省省吧，皇上如今都懒得看你，一眼看太医有什么用？接着便把门从外锁死，留着贵妃自己在屋内怒吼。贵妃每日都要照镜子，渐渐的，她发现脸上的脓包破溃，整张脸如同被腐蚀了一般，长满了腐烂的肉，她吓得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后，神情已经有些疯癫，尤其在得知皇上为了安抚龙妃，将她的位分升为贵妃时，更是癫狂至极。她趁人不备，冲到了存居宫，疯了一般扑向容妃，嘴里不住的喊道，贱人星号星号容妃，你这星号星号。幸好皇上路过救了容妃，这才没有造成多大损伤。再次见到贵妃，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景。皇上看着贵妃溃烂不堪，满是腐烂发臭的脸后，别扭的转过头，心里生不出一点怜悯。他搂住瑟瑟发抖的容贵妃，命人把贵妃打入冷宫，并将其分为数人。贵妃被扔进冷宫后，见到一个她不敢相信的人，好久不见贵妃娘娘，瞧我这记性，您刚被贬为庶人，再也不是那高高在上的娘娘了。贵妃跌坐在地上，手脚并用的不住往后退，就连说话都不利索了。你婴儿你没死。看着她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我弯下腰勾起唇角，娘娘您不死，奴婢怎么敢死？贵妃大笑着，神情癫狂，她扑过来想要掐住我的脖子，被我一回身躲开了。贱人都是你害得本宫沦落至此，婴儿我要杀了你！我一脚把她踹翻在地，看着她脸上丑陋不堪的模样，啧啧道，名动天下的美人，如今成了这副模样，真是可怜。想到自己的脸，贵妃慌忙捂上不住的说道，别看我的脸，我的脸。我勾唇继续道，你还不知道吧，你把我收在宫中，第一日献给你的冰肌玉露膏里面含有剧毒，套神器，在人心情好时，则会让人容光焕发，倘若心情低落或者暴怒，那就会像你一样满脸生疮，活活疼死。贵妃瞪大了眼睛，捂住脸的手止不住的颤抖着。好久之后，她才问道，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将她的手拉开，让她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，10年前，你和皇上下江南期间，你得了风寒，有一位大夫治病时碰了你的衣角，你就让人将他杖杀，我就是那个被你杖杀大夫的女儿。贵妃尖叫着跑开了。也是从这天起，贵妃疯了，她总是念叨着，不是，我不是我。她的脸也越来越溃烂，已经深可见骨。1个月后，贵妃去井边，不小心看到自己的模样说，扔了一半，跳了下去溺死。其中皇上得知贵妃的死讯后，脸上有一刻的松动，可在看到她深可见骨狰狞的尸体后，捂住口鼻，只说了句，丧了吧，直到死。皇上记住的还是她丑陋不堪的脸。贵妃死后，我继续待在冷宫，关于我喝了毒酒后为什么没有死，我为什么会身居冷宫，是谁帮了我，是阿姐还是另有其人？种种疑惑困扰着我，我想去找阿姐问个清楚，可宫规森严，我一个已死的罪人，想要出去更是难上加难。星号复1日的打听消息，可惜得到的寥寥无几。几个月后，我得到了容贵妃再度遇喜的消息，门外的宫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，我松了口气，心里由衷的为阿姐高兴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在这皇宫中，只有了子嗣才能有依靠。春去春来，转眼已经过去了1年，在冷宫里，虽然消息闭塞，但是个绝佳的避难所。这里无人问津，无人管教，没有勾心斗角的争斗，只有几个入了冷宫的疯婆子作伴，日子过得倒也轻松。这1年里，我陆陆续续的得知阿姐诞下了皇子，皇上大喜，进了他的位分。皇上自从得了皇子后，身子似乎大不如从前了，后来竟到了吐血昏迷的状况，国本动摇，幸得皇后出面才稳住朝堂。这天入夜，一个小太监鬼鬼祟祟的打开了门，见到我后，把一个令牌和一封信塞在我的手中，然后消失在夜色中。我打开信，是阿姐写给我的，让我明日出冷宫去寻阿姐的。这一路我一直低着头，生怕别人认出来我靠的这个令牌。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了甘坤宫，皇上请店里宫女奴才全都支了出去，只有皇上和容贵妃2人。皇上躺在龙榻上，面容枯槁，俨然已经油尽灯枯的模样。容贵妃替他擦了额头的汗，转身放下帕子进了手，
我跪在他面前行了一礼。奴婢参见荣贵妃起身将我扶起，我这才看清她的脸。1年多未见阿姐依旧貌美，可眼神中却历尽沧桑的坚定。因而阿姐唤了我一声，拉着我的手走到龙榻前，我心跳如雷，拼命挣脱。若是皇上知道了，这一切都是我和阿姐为了扳倒贵妃而做的局，肯定会杀了我们的皇上。您看看，这是谁？床榻上的人费力地睁开了眼睛，浑浊的眼睛在看清我的脸后瞬间变得清明。他伸长手指指着我，指尖发颤道：你不是那个婢女吗？阿姐坐在他的床头，笑面如花地说道：皇上果然好记性，您有所不知吧？她叫婴儿，是臣妾的亲妹妹。皇上忙于朝政，对于后宫勾心斗角之事本就懒得理会，自然关于我和荣贵妃的流言没有传到他的耳中。皇上双目瞪圆，过了好一会才想明白其中缘由，原来是你俩做局。说着，他面色涨红，一口污血吐了出来。阿姐垂眸看着皇上，面容冷淡至极，说道：皇上可还记得10多年前你和贵妃下江南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杖杀了一个大夫，皇上吐完血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思考了好一会，你是阿姐勾起唇角，一字一句说道：我就是那个大夫的女儿，进宫就是为了要你的命。一切似乎都变得合理起来，怪不得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弱，可太医也诊不出个所以然。皇上气得面色灰黑，刚想坐起来，却因为孱弱跌倒在床榻上，看他这副模样啊，姐放声大笑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皇上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今日这份汤药里，臣妾加了足够的量。臣妾自幼跟着父亲学医，虽算不上奇才，但对药理还是略懂一些。江南有一草药，名叫幽灵草，此药无毒无味，短期服用则致幻，长期服用可让人痴呆，不出几年便能悄无声息的要人性命。忘了告诉你了，你已经用了这个药2年了，每次你来我寝宫喝的汤药便是吃着幽离草，所以你才能对我欲罢不能。我站在阿姐身旁，听完了她缜密的计划后，脊背发凉。这招若是被识破，只怕不是死无全尸这么简单了。皇上被气得又吐了口血，他是天长手想要抓住阿姐，可惜药效上头病入膏肓，最终他无力的垂下手臂，没有了声息，直到死眼睛都没有闭上。阿姐去托班瘫坐在地上，好久之后，她抱住我哭得像孩子，因为我们总算报仇了，这哭声里有解脱，也有一丝的怅然若失。皇上驾崩，皇位空悬，因得皇上在位，使子嗣凋零，公主有几个皇子，却只有荣贵妃生下的一个，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，怎可担此大任朝？堂之上，众说纷纭，更有甚者开始讨伐荣贵妃，称她祸国殃民，克死了皇上。一时间朝堂纷乱，阿姐以退为进，将皇子记在了皇后名下，而皇后背靠丞相，有了丞相撑腰，皇后凭借铁血手腕将皇子推上皇位，而她作为太后垂帘听政。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和阿姐在受人宫品着茶，最终我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：阿姐是谁救的？我为什么？我喝了毒酒后没有死，阿姐也放下茶杯，看着云卷云舒，淡淡开口：是皇后。虽然我心里已经料想到，可是得到确认后还是倍加震撼。那她为什么救我？阿姐抿了口茶，没有回答，反问道：你可记得元义大师在我和阿姐早些年与野狗抢食时，有一名法师见我们可怜，施舍给我们馒头，我们见他心好，跟随他来到寺庙，从此每逢他当值，都会多给我们几个馒头，是各时打食的好人在。印象里，他的神情总是淡淡的，眸子也是波澜不惊，仿佛世间所有的事情都不能为之所动。可就这样的一个人，当年却甘愿抛去一身功业，为一人入红尘。阿姐告诉我，大师在他入宫前1日曾寻过他。那天，元义大师把一个玉佩交给阿姐，双手合十，神情依旧淡淡的：荣姑娘，您这次入宫，可否将这一物交给皇后娘娘？她礼服期间曾将玉佩掉落至此，此次入宫见到她，可否将其归还？阿姐握住温润的玉佩应了下来。元义大师依旧不闻喜怒，如仙人一般转身离去，可阿姐还是注意到了他眼神中的一抹不舍，不是为着玉佩，而是为了一个人。阿姐入宫后忙于宫斗，而皇后一直淡淡的，不管后宫争斗，每日静心礼佛，闭门不出，自然也就未能底下说上话。在我被关入慎刑司后，阿姐还是去求了皇后娘娘。皇后跪在蒲团上，手上拿着佛珠，周围檀香四溢。皇后娘娘，求您救救臣妾的妹妹。皇后拨弄串珠的手一顿，说道：我不管后宫争斗，你去求皇上吧。阿姐没有说话，只是走上前，将玉佩放在皇后面前。见到这个玉佩，皇后猛然从蒲团上站起，她抓住阿姐的手腕，语气焦急：你在哪得到的？这个玉佩意识到失态后，皇后放开了她，轻咳一声，遣退了长侍宫女，你随我过来吧。凤玉宫中，阿姐和皇后聊了许久，皇后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。在皇上自毒酒时，皇后命人偷偷换下毒酒，用了离魂散，还把我的尸身偷偷运到了冷宫。因此，我侥幸逃过一死，先皇登基后，在丞相等大臣的支持帮助下，日渐长大，眉宇间尽显帝王之相。10年之后，阿姐和皇后正式退位，皇上开始独立掌管朝堂，而我已经成为宫中唯一一位女太医。那日，我收拾好行囊，向阿姐告别。阿姐，我要去闯荡江湖，当一名游医。阿姐没有阻拦，她依然记得小时候我的梦想，长大后我要像爹爹一样，成为一个好医官，拯救黎民百姓。
阿姐看着我，笑着说道，婴儿带着阿姐的那一份去闯荡吧。